喂，Miss 吴，我想好了，我决定去晨星了。麻烦你给我给晨星的人事部做一个推荐吧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罗子君是在我们部门吗？没错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确认一下。罗子君要来晨星工作啊？还是你们组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也以为是开玩笑，但是人事部已经正式通知了。贺涵干的？什么贺涵干的？问问他。你要干嘛？先把你的脾气收起来，再跟我说话。什么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干嘛把罗子君弄到晨星来？还在信息组？你考虑到罗子君的感受吗？考虑过玲玲感受吗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为了满足你自己，不考虑别人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自大呢。我让唐宁警告过他，不要到晨星来。没想到他还是来了。是我自己要去的，我怕错过这个机会，就得再等个3年5年的。玲玲是挺温柔周到的，但是你们在一个部门，你真想好了吗？我想过这些问题的，可能头1、2个月比较难熬，但只要时间长了，他看得出我是认真工作，我对他也是公事公办，也跟你划清界限，应该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再说 Knowledge Group 也不是我最终的目标，我在继续学习，希望2年内可以跟进项目组。我真是小看你了。那你现在这么拼命上进，跟谁学的呀？唐晶、贺涵，还是吴大娘？还有你。我还得提醒你一句，贺涵呢，马上要被新人替代了。你到晨星，要是冲着贺涵的话，觉得他能继续当你的保护伞，我觉得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。工作就是工作，只为自己不为别人。我的过去告诉我，没有人会为我打一辈子的伞，不如自己打伞。对了，就是要这样看看清楚再写，哎，不要粗心啊。回来了。放心。回来了。啊。他把平儿带回家了。好。过2天才上班呢，这几天就他接送孩子。哦。怎么样？我看看。看看今天做的可好了。上班的事情，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？没说什么，我是跟他说，让他有问题多请教你。工作归工作嘛，别带入私人感情。放心吧，公事公办嘛，我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。再说你也在公司，有什么事情还有你呢，是吧？这个做错了啊！哎呦，真的又粗心了呢啊！罗子君、贺涵和唐晶这3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子君跟唐晶是好朋友啊。唐晶跟贺涵年底要结婚了。我怎么觉得他跟贺涵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呀？他为贺涵丢了工作这件事情，大家都是知道的呀。子
子君进这行不是唐晶跟贺涵给领的路吗？这个你让他改一下吧，我洗个澡去。对，这儿错了啊。跟你说要仔细一点。你好，我找玲玲。你等一下。罗子君，欢迎你来到晨星。你好。跟我走吧。陈总、贺总在开会，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，尽量公事公办比较好，不要把私人关系放在里。我知道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罗子君。Hello， 欢迎你。大家好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好，你的位置在这儿。我的位置就在你后面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问我，很方便的。好。为了欢迎你来，我们今天订了一个餐厅，大家可以聚一下。不用了吧？我觉得我刚刚来，应该抓紧时间熟悉业务。不用那么着急，你需要熟悉一下环境和同事们。来日方长，有什么事情我会慢慢教你。那我去忙了。好，你去。嗨，子君姐，我叫菜菜。你好，菜菜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对不起啊，没有听你的劝，一意孤行来到晨星。你给唐晶打电话的时候就在旁边，他开了免提。这个环境不适合你。以前我也觉得便利店、商场还有调查公司都不适合我。可是晨星跟那些不一样啊，这个公司，这里面的人事变动太大，你根本没必要来趟这个浑水。所以你是怕自己在晨星位子坐得不够稳，万一离开了就帮不到我了。我是担心林林会算计你，而这个陈俊生，他根本不是林林的对手。那就让他算计吧，反正我也习惯了，又不是第一次。算计的再坏，也坏不过上次把我的婚姻算计掉吧。浩涵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这段时间我真的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我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我遇到的所有的好的、坏的情况，真的。这一年你的确也是应付了足够多的事情，足够辛苦了。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。你看现在能不能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给我一个对你来说相对平等的机会，说不定有一天我跟你、唐晶，甚至陈俊生可以并肩作战。你真的总是让我出乎意料，看来以后真的不能小看你了。那老板要是同意我入职的话，就在这儿给我签个字。姐，我们面租好了，你那儿怎么样？我也很好，比预期的还要好。你跟唐晶胡来说什么呢？又不是我让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上班的，他凭什么来威胁我？不管他和罗子君怎么样，咱们管好自己不就完了吗？早要生事的话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乱说的，要翻天覆地的。因为大家都是笨蛋呢，因为谁都看不出来吗？圈子那么小，手机随便传一传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还需要谁告诉谁吗？没有人胡乱是非，唐晶不会知道的吗？况且也没发生什么事情。
我估计你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人了。他组的局，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菜菜，那边你照顾一下啊。玲玲姐，你是我见过所有女人当中啊最有包容心的。哎，你说这事要搁着我呀，我才没有那么不计前嫌呢。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好吧？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对你们的，我就应该怎么对人家了。他胆子也太大了，敢来诚心工作，真的是拉得下这个脸。那有什么拉不下脸的呀？他以前在那个什么苏曼殊那个市场调查公司，那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文凭啊。哎呦喂，这一下子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眼前，这不头破血流也得试一下吗？人往高处走，人家要求进步，总应该向人家学习喽。哎呀，你看，你还替人家说话呢。哎，你不记仇，别人不一定不记仇，说不定啊，他这次啊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罗子君，我去那个办入职手续了。子君来坐这儿。小董，你让子君。哦，对，来，我坐这儿。我迟到了，给大家送茶送水的方便。别呀，您是主角，来，你必须得上座，快。哟，不好意思了。谢谢。这个盘子要换一下的。啊，对，盘子来。哎呀，怎么能你给我们倒酒啊？你来晚了，3杯不说，这1杯总是要喝的。这是小董，我们部门的姑娘说话都是心直口快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好，那我来喝吧，大家随意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啊。来，晚上。哎，我不会喝酒的。没事儿。对呀，喝完了回家睡觉呗。哎，你孩子不是在玲玲姐家吗？又不用你看，又不用你操心。谢谢你啊，小董，对我这么了解。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，现在不用了，你都替我了解完了。好了，人到齐了，我们来举杯。欢迎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啊！欢迎。子君啊，你现在可以跟大家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啦。比如说，你以前在哪工作啊？啊，罗子君啊，以前在苏曼殊苏总那边做得很好的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是说在以前。在之前我不在这行做的。哦，你不在这行做的啊？那你是做什么的？哦，对，我听说你以前是卖鞋的。哎，那你现在跟那些还有没有关系啊？哎，你卖什么牌子的？哎，玲玲姐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让子君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来一个内部团购价，怎么样啊？折扣是有的，不过打完折也不便宜。不知道小董你平常都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啊？其实啊，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科班出身的。不过到诚心来的话，没有点过人之处也是进不来的。绝对是，当然得有过人之处了。哎，子君啊，那你觉得你过人之处在哪儿？是不是跟贺总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小董啊，你喝了几杯酒啊，就成这样了？一会儿吃不吃饭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我随便说。真的，我这一点儿都不能再喝了。不是，你跟我们都喝了，你跟玲玲姐还没喝呢。哎呀，我要是你啊，我今天怎么地得敬玲玲姐3杯酒。这第1杯酒，道歉。以前有说过或者是做过对不起玲玲姐的事儿，那就道个歉呗，让玲玲姐原谅嘛。啊，这第2杯酒，感谢感谢玲玲姐不计前嫌。哎，你说你今天来的时候多照顾你啊，我们都没有这种待遇啊。这第3杯酒啊，表表忠心嘛，对吧？以后玲玲姐唯你马首是瞻，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来，哎，吃饭喝酒是大家开心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多说法呀？当然有说法啦！来，喝一杯，表诚意，快！这3杯我真的喝不下。前面的酒你都可以不喝，但是这3杯酒必须得喝，不仅得喝，你还得把我刚刚说的话全部说明白了，要不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相信你来是真心实意跟我们一起做事儿的？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是啊，
是不是？还有什么目的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们怎么知道呀？你来之前，我们这个部门相亲相爱，一家人，特别好。那你说，你来这儿，最起码得表现你的诚意，你的虚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表现诚意。肯定得要。来，那个这样好吧，我替罗子君把这3杯酒喝了。不要，我来喝。好，第1杯酒，说话。对不起。说呀。说对不起啊。小董可以来。说吧。哎，说。对不起呀。对不起。好。别这么说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。来，第2杯酒，那就是谢谢你，来，谢谢你，你快点，对不起都说了，谢谢你难吗？就是啊。谢谢你更简单吗？谢谢你，快点，快，喝。我本着你的。好。来，怎么倒下了？来，起来！哎，起来！还有最后一杯没喝完呢，表忠心，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贺总，我们大家都在欢迎罗子君加入我们团队呢。让开！你没事吧？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，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。闭嘴！搞什么呢你？我没搞什么呀。没事吧，子君？你看呢？管好你老婆。你怎么来了？跟我回去。当这么多人，好说话不行啊。你还知道人多呢？你看不上罗子君，你绕这么大圈子干嘛呀？当时别接受他入职不就完了吗？走。那你们先吃啊，小董你买单。哎，行，走，慢点，慢点啊。罗子君真是金贵哦，2个人一起跑过来了。你叫他来的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看来是真的了。真的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倒是希望是真的。要是别人，我就当个八卦听听得了。我那么多事儿呢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啊？但是关于罗子君，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，我上班好好的，突然我老公的前妻跑到我的部门来了，要换了你紧张吗？罗子君可真是个林黛玉，到关键的时候有贺涵和你站出来，我呢，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。你什么时候帮过我啊？你怎么说我不会帮你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出了问题肯定是我帮你嘛。行了，你确定要这件吗？你自己看这后背啊，内衣都不能穿，你要走这路线。你穿这个吧，倒肯定会好看，但你这变化也太大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秦山到你姐夫公司了，还记得他吗？就以前那老抄你罪的花瓶啊，今非昔比了，人家现在可是你姐夫公司的财务总监。就因为他，你这就有危机感啊？
见到他之后，让我觉得有点自卑。哎，我前2天晚上去给你姐夫送饭，就看见他们俩在一块说事儿。哎，那个场景是几年前我跟林伟在一起的。秦山很自信，他们俩在一起也挺默契的。我觉得有点失落。我觉得你有点太敏感了吧？谁以前一直在说对姐夫100%信任的？我现在也还是信任他，只不过是有点不踏实，总想好像要做点什么。哎，谢谢。秦总啊，秦总，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！你欠我的饭呢？什么时候请？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，最近事儿太多了，我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就今天吧，咱们上回说的地方怎么样？今儿可能不行，今儿我得回家吃晚饭。知道你晚饭得回家吃，一会儿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咱们就中午在那儿见吧，怎么样？不是吧，林总，饭都不想请了？不是这意思。那好吧，那我准点在那儿等你。特别喜欢你，真的？他们还让我找你要签名啊！真的？那我一会儿签一个给他们，要不要合影？聊了1个多小时了，看来有戏。有戏就行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工作都快保不住了，还得操心这个。你这工作的事儿，我觉得你婆婆太冲动。现在说这也晚了。你那衣服呢？穿给姐夫看了没有？这老夫老妻了，觉得有点尴尬。尴尬什么呀？不是你说感到危险了，你坐不住吗？你不是小莫也在家呢吗？那你不会让小莫偶尔不在家呀？那衣服1000多呢，不穿多浪费。行，是啊。哟，刚等这么一会儿就等不及了。我还以为你有事来不了了呢。看来等人的感觉大家都一样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当年也是在这里等了你1天。1天？咱们约的中午，我早上9点钟就到这儿了。秦山，都已经过去的事儿了，你现在提它有什么意义呢？不是我想提，是这件事情一直追着我跑。你不觉得这件衣服很眼熟吗？我当时也是穿的这件衣服在这里等着你。
我现在什么情况你很清楚，你如果再提以前的事儿，这顿饭我没法请了。当年凭着自己的努力，门门功课都过不了的学生，花了几年的时间，考过7、8个证监，做到现在的财务总监。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，因为你太优秀了。我想赶上你，我想像当年的江一林一样，我站在你面前毫不逊色。我想配得上你。你看，我现在就是当年的江一林，而江一林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他自己了。现在你还敢做出选择吗？对不起，公司还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懦夫！我等了你多少年了？你敢抱抱我吗？林薇。我走错房间了。老公，你看我好看吗？特别好看。小莫，我给送到爸那儿去了。你教会我习惯，你走后我还珍藏，有点失望，有点感伤。我习惯了你的习惯，我问候的孤单。我习惯了你的温暖，我眷恋着不忘。我把心停泊进你的臂弯。我怎么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有点……啊，我去换。这行吗？嗯，行。也许就该习惯这种疏远，
我怎么觉得这首歌的节奏还是慢了点儿？可却不能太心里的感觉，只害怕谁会模糊了焦点。深蓝色安静的天空，阳光总喜欢留很久。当地球又转了一周，温暖的滋味依旧。我还是去给你放洗澡水吧，累了一天了，洗洗睡觉。肩膀都不说，分路口。谁放谁的手，接受你给的自由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把心拉向天空，它随着风不停飘游。酸酸的回忆太多，难免会很心疼，我的泪打在你额头，远远的在你之后，心却在你左右，只怕寂寞将我淹没，才发现丢了一颗正属于我，请你回头还给我。上午给你发的微信，怎么现在才回啊？本来是给小丫物色了一个合适的，想让你给参谋参谋。面试？面试？你还真让人给开了。唉，那雨明怎么说呀？没告诉他，找到工作以后再说吧。你婆婆这回真把你害惨了，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呀？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是跟雨明说吧，让他帮帮你。说什么呀？他现在不能分心。再说他以前工作出现问题，不也一样扛着吗？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，有些事儿老是一个人扛着，扛来扛去，到头来就什么事儿都得你自个儿担着了。对方呢，也就习惯了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。你心情好的时候吧，还不觉得是个事儿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开始觉得委屈，觉得不平衡，你就想要去要求对方，但对方人家已经习惯了你什么事儿都不找他了，这就出现了矛盾。姐，你能让我清静会儿吗？知道你烦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你的这工作专业性太强，姐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小丫的事儿你也别管了，我看着办吧，行吗？太好了，你管吧，我真是快烦透了。那行，你忙你的，我去接小莫了。啊，上回那衣服你穿了没有啊？嗯。怎么这个表情啊？回头再说。这个。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工作进度表，看一眼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个做得不错。还是多亏嫂子隔三差五老来慰问，是不是？你没看咱组这帮人的状态，即使熬夜都保持得还不错。行，继续保持。哎，对了，下午啊，把那个下周的计划表啊交给我。行。何峰谁呀？也是一个做软件的。瞎打听什么呀？赶紧忙你的去。行，走了啊。
怎么跟做贼似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找着工作了？我们家老王介绍的。你还是跟他说了？没有啊，他自己知道的。什么工作？给大老板看合同。哟，这工作啊？你怎么还这么得意啊？我老公介绍的。切，说正经的啊，要不要我替你重新想想办法呀？不用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去你姐夫公司法律部上班啊？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专业对口，你工作那么努力，你要是能去，那是他们公司的福分。我不去，多别扭啊！又不是让你跟林伟一个部门，有什么别扭的？哎，反正我不去。你就全当是帮我一忙。怎么了又？那天买那裙子，我后来穿了，还特意把小莫支到爸那儿去，点了蜡烛，放了音乐，可是那天晚上林伟怎么着都不对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呢，他又特主动，像是好像犯了错误拼命要弥补似的。他这么着一弄，反而让我觉得他更不对了。你是不是有点敏感啊？你要这么疑神疑鬼，那我还真不能去了。不是我疑神疑鬼，是我的直觉就觉得不对。你这直觉就有问题。你是最近都不正常，你以前都不这样的。姐夫遇到这种诱惑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以前你多淡定啊，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呢？啊，不说你，说姐夫，前年那延琪是不是比秦珊漂亮啊？比她年轻，姐夫那么大大方方的，第一时间介绍你们认识，你还不是跟延琪成为好朋友，还给他介绍对象？有几个男人啊能做到姐夫这样？哎呦，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就是直觉上过不去。你这就不叫直觉，叫神经。有点风吹草动你就神经兮兮啊，没准儿那天就是有什么不对呢？没准姐夫是不习惯你这新造型，或者人太累了呢。姐夫那边有事没事咱另说，我觉得现在你应该调整调整你自己。那你是说我有问题了？放轻松行不行？你现在的心病就不是在姐夫，是在秦珊，你就是想跟他较劲。可能吧。别想了，送我上班。走啊，别想了。你跟姐夫那么多事都过来了，这还过不去啊？淡定一点。喂，一凡不是不让咱们送了吗？他们不让送是怕麻烦，我送是我的心意。那，这也不知道在几楼啊？不知道几楼，咱问一下不就完了吗？那个，要不然你给一凡打个电话。哦。哎，同志，我想问一下，临海律师事务所在几层啊？你们找谁啊？江一凡。各位。我正式宣布，第2阶段的研发收尾。啊！走吧，吃饭去吧。小丫在哪儿呢？嘿，喂，行，你以为我找不着你啊？哼。哎呦，哎，正经有贵和呢，
长这么漂亮又是你意思。谢谢，就喝一口。哎，你为什么？对，没事啦。哎呀，妈，那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跟我说回事务所了吗？骗我，跑这儿来陪酒卖笑来了。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，所以不敢靠你太近。来哥啊！哦，那个我上班呢。我是问你在哪个房间呢？哎，怎么办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？我不就是让你学学做饭，切土豆丝儿吗？我天天给你们做饭，我说什么了？没关系，你不愿意做饭可以，你上屋里坐着都行，也比你在这不干不净的强。妈，我这是在跟人家看合同，看合同看到酒桌上去了，勾肩搭背的还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想哪样了？我想哪样？我这都看见了，我想哪样了？是不是今天我要不来，你还跑人家跟人谈去啊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呀你？我胡说，我也为他好。你说，你自己说，你学的这都是什么习性？妈，你要是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丢工作还不是因为您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啊，那何峰把我后路全给堵死了。你没工作是你没工作，你怨我，但是我也没让你干这工作来。对啊，那以后我也只能干这陪酒卖笑的工作了。你要不高兴，我走行吗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您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哎呀，你。我想要，你给我带住！哎，别追了，你看你哪追得上他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都是呀！你别动。为什么不跟我说？陪人喝酒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这也是第一回，以前每次都是汪总给挡了，这回汪总先趴下了。第一回啊，第一回让我碰上了，还让我妈碰上了。你妈刚才说话那么难听，你怎么不开口啊？我这工作还是你介绍的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给你介绍是签合同，行吗？还有，你说话好听啊，什么叫看不上就走啊？这话呀，别动不动就说，没准哪天我就当真了。你就是想当真吗？现在有完没完？没完！一凡，你听我说陈总，我电脑里的资料全部都没有了，您不着急吗？全套都没有了，明天早上起来，所有人必须集合，千万别晚了啊！不行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爸，您消消火，我还消稍微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什么呀我？你听听他说的话。一凡从小到大，我说过他一句重话吗？你听他说什么？什么陪酒吧，卖笑吧？爸。人家那都是气头上的话，您怎么还真信啊？婆婆说两句也不是不应该。你想，如果这事儿换成雨明的话，那您怎么想？您呀，什么事儿都别太偏袒了。另外，一凡，爸，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？还歇什么呀？现在就回去，婆婆多说两句就受不了了。那王雨明说话就好听了，之前还说要养我，时间长了都一样。一凡，你跟雨明的感情现在还没到什么都不计较的份儿上，你们现在还是敏感期，走下去才能有感情的积累。走下去怎么走啊？大家心里都是疙瘩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凡，这事儿啊是你自己心里有疙瘩。你这孩子呢，就是自尊心太强了，对方说一句话，你一听不顺耳，你觉得伤了你自尊心了，马上就想给别人扎回去。听姐夫劝一句。消消气儿，在家里待2天，赶紧回去吧。这样吧，一凡，你就别招爸生气了啊！干脆你把那份工作辞了得了，待一阵儿以后再说。
哎，他要那么说，这工作我还非干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睡啊？就你一人，一凡呢？一凡没回来？不是，刚才车上是不是还跟你在一块儿呢吗？没有，他下车往……快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一凡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……姐。哦，他回爸那儿了是吧？不是我们没什么。行，好好说，以后都好好说。不是好好说什么呀？说懂不懂事儿啊？他不回来睡觉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，这么大岁数我们在这儿等着，太不懂事儿了。你心里有没有我们这老人？有没有这家呀？来不来就回他爸那儿，来不来就回他爸那儿。回去睡觉。对不起啊，各位的确是我工作上的失职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把前2天那个数据想办法恢复一下，好吧？你们几个呢，把前一段做的东西呢想办法找一找，好吧？涛子，你最辛苦，把昨天晚上做的东西呢再重新做一遍，好吗？没事，放心吧。辛苦你了。资料没了，白忙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你觉得你在这儿演有意思吗？我要是不演，你就没得玩了。哦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我们组快完成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给我玩这么一出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想办法赶，那数据也都在我脑子里，我只需要时间。你别跟我说时间，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耽搁。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就给我这么交差？我告诉你，王玉明，咱们合同上可有一条，如果你出现重大失误，你就要无条件离开这个项目，离开我的公司。我这几个月的坚持，就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。曹总，你现在跟我说让我走，行，那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打康岩进来第1天开始，你就想好让谁出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着，这几个月我看明白了，我觉得你跟康岩合作呀，挺愉快的。是我重大失误，是我弄丢了数据，我走行了吧？我走。这都几天了，你还不把人接回来啊？哎，你别跟我这儿嘚啵行不行？我烦。你是不是对一凡找不着好工作有想法啊？我没想法，他不工作都行。你看他现在干的叫什么工作呀？还那王小丫，真是鬼迷心窍了，跟那保时捷大叔还 K 上歌了。这一段没动静，我还以为他介绍成了呢。你看结果。
小丫的节目。不是整天说着山无棱，你听，你听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而是在平淡的生活中，想起你的一眸一笑，心里荡漾着幸福。下面送上一首甜蜜的歌曲，也送给一个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。特别重要的人，我找的就是人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呀？哎，我马上过来。干嘛去？电台。电脑还没修好呢。保时捷大叔。保时捷大叔。听完你的节目真好听，刚买的，送给你。看来以后我得多放几首歌给你听了。一定的。谢谢。我的信心可是足足的。今天晚上，如果以后我们结婚的话，我会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你。这片工地呀，都是我的欧汉。这人长得可真够寒碜的。看你的了。都让他回去吧。王小丫，谁呀？我叫杨小宝，是王小丫的同事。哦，幸会啊！啊，都握着手了，什么情况？男朋友啊，啊，长得真帅。我就过来打个招呼啊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再见啊！好，不送。哎，我们走。那个，我去跟他聊一会儿吧。杨小宝。